来了 ，N8N 官方的 MCP 正式登场了。好，没错，这个功能呢，终于在 V1.88 版本里面释出了。我们就不啰嗦哦，直接带大家 demo 了解它的精华内容。OK， 在这边呢，我们会建立 MCP Client 这里来连接左边的 MCP Server， 左边的 N8N 的 MCP Server 呢会提供它对应的功能，右边是 MCP 的 AI Agent。这个 agent 的工作就是会透过 MCP Client 的功能，这个好去连线到远方的 MCP Server Trigger， 好，主动连线到左边的 MCP Server。OK， 所以重点呢是这整个流程是在 N8N 原生的环境里面进行执行的。好，我们马上来进行功能测试。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第一个功能测试。我们利用 AI Agent 来计算我们刚刚 MCP Server 里面的计算机的功能。好，我们来计算说123加456等于多少？好，马上来试一下，请计算123加456。我们马上点。好，那我们理论上会利用这个 MCP 的 client 呢，去得到这个答案应该是579。好，我们看一下，确实没错哦，正确哦，计算正确，这个 demo OK 哦。我们可以看到 N8N 里面确实回传了579，我们也可以看到 MCP Server 的执行上面，好有没有对应的记录？我们可以看一下，确实有 call 计算机的功能。OK， 我们马上完成第一个 demo。好，再来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请给我 CRN 的名单。我们请他去用这个 MCP Client 到远方，然后去读 MCP Server 里面的 Airtable 12345，好，跟我们的 context 是不是一样的？是12345有5笔资料。我们来看一下 MCP Server 这边有没有真的收到请求？有，他有收到请求，同时去远方的 Airtable 读取。OK， 虽然有点凌乱，但是你可以知道中间的界面就是 MCP Client 跟 MCP Server， 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下一个马上 demo 一下 CRN 客户名单，我还希望有潜在机会的。那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潜在机会会是什么？会是这两个，我要看到宏达电子贸易行跟盛达国际。好，我们只是 demo 一下资料对不对？看到宏达电子贸易跟盛达国际，是不是我们确实得到了什么对应的资料？我们测试了3个计算机。拿到 CRN 的客户资料，我们还会拿过滤潜在机会客户，好，这3个资料，所以我们就 demo 完成了。好，它是怎么去利用 N8N 原生的这2个元件来做 demo？ 看完刚刚的 demo 应该有一些感觉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要快速来看一下 N8N 官方 MCP 的功能介绍。那要注意这个功能呢，在 V1.88.0 呢才有提供这个原生的元件。那我们有一个说明的连结，你可以点选下面连结以后，你会发现我这边就会教你怎么样去做修改。如果你还没有部署 N8N 或想要在自己的环境上快速启用的话，这个教学连结就可以帮助你怎么在 Zebra 上部署 N8N， 怎么改 Docker Image 来启动 MCP， 都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你可以马上点开跟着一起做。OK， 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会有2个核心元件跟 MCP 的核心，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 Angelpic 里面的官方资料里面，我们就会介绍 MCP 是一个开放接口，就很像一个 USB Type C。让 AI 跟 AI、LM 跟 LM 之间做沟通，这个也没有问题，非常简单。再来就是官方 N8N 对于 MCP Server Trigger 的这个 Node， 你可以观察一下它的说明。好，那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接受 MCP Client 的请求作为触发点来启动整个 N8N 的流程。OK，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MCP Client 的 Node。好，那这个角色比较像相反的功能，是 N8N 作为 Client 去连接外部的 MCP Server， 像是模型推论、AI 操作等等的功能。也就是说呢，你借由这2个元件，你可以让 N8N 接收任务或发送任务，双向整合起来一波。OK， 那回到我自己的洞察，说实在的 ，N8N 原本串接的功能就是全部用 MCP Server Trigger 把它包装起来用。好，这样就可以去把你所有的功能做整合，用这2个节点。把 N8N 的流程整合起来。好，那下面如果对 MCP 不了解的同学也没有关系，可以看这里。好，第一个我们有这个第一步的介绍，什么是 MCP？ 好，可以看到这里，什么是 MCP？ 我们这边都有影片的介绍。看完以后呢，你可以再看看深入研究 MCP 的研究内容，会讲所有的架构跟元件。好，你可以挑着看。基本上这样子，你就可以了解整个 MCP 是怎么做的。好，这一步准备是介绍 MCP 官方元件。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MCP Server 的设定，这个 Trigger 跟功能流程的设计是怎么样的。首先第一步是 Trigger 的设定，
可以看到 MCP server 的 trigger，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节点，它会产生一组 Web Hook 的 URL， 这里你可以做修改，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Test URL 跟 Production 的，我们都用 Production 的，你可以修改它的 path， 我们这里叫 Calculator， 你也可以修改你要的。那在这个 demo 里面，我们的第二步定义 server 的功能，我们会有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计算机的功能，第二个是 CRM 的功能。那计算机功能里面呢，是接收这个运算的请求，比如说5+5、5×5、123+456这类的运算，然后要回传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CRM 的功能，我们模拟了这个实际的应用，我们用 Airtable 当做我们的 CRM 系统。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其实就有对应的客户资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server 的部分呢。第一个功能是 CRM 的 get all， 这个的意思是去拿取什么？所有的这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把它全部回传。所以你会看到我这里呢，我选择了什么 search， 然后 base 跟 table 就是刚刚的那组资料然后回传全部，我们就把所有的资料都回传过来。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 CRM 的 get， 就是我只拿 ID 来查询客户的资料。那在这里呢，我们用 recall ID 是用自己的 model， 用语义辨识的方式来知道。再来呢是第三个方式，第三个方式是 CRM 的 create， 就是产生一组新的客户资料。那我这边是让它自动 mapping 还有这个公司的名称、电话、电子邮件地址等等。你可以想象，这就是我们包装的方法。我们把 CRM 的功能包在一个 MCP 的工具，提供 AI 随时调用。那这些功能的控制权就包装在 MCP server 内部的流程里面，也就是红框这里面的东西，有2个功能。OK， 好，那我们再切到 MCP Client 的部分。这个 AI Agent 设定的解析，我们会有几个 prompt 的设定。首先，我们先来看 demo 里面 N8N AI Agent 里面什么 MCP Client 部分的设定。我们先看 prompt 它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点选这里 ，OK，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prompt 里面是用英文的。今天是礼拜几？在什么地方？然后繁体中文，尽量走 N8N 的 workflow。再来就是我们有给它2个工具的指示，第一个是 CRM 的客户名单使用 MCP Client。去找 Airtable。第二个，我们是计算机的功能，也请它使用 MCP Client。那第三个，基本上 output 的部分就是请它不要乱写不要太多奇怪的东西，然后保持原样，不要做额外的优化，但是要用繁体中文做回复。这样设定好以后呢，AI Agent 就可以理解下面的语义像是什么呢？就可以理解说，当使用者说请查询 CRM 的名单，或帮我计算123+456，它就会呼叫什么？呼叫 MCP Server 这个 tool 来做对应的处理。那我们看一下 MCP Client 的设定这边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的 SSE 的 endpoint， 我们是设定什么？这一组 URL， 你有没有觉得很相似？就是我们刚刚 MCP Server 这个 MCP Trigger 里面的这个 Production 的 URL。Production 在用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个Active 开启才会是 Production 没有开启都是 Test 的。好，那回到刚刚的 Client 的设定，这边呢，我们不做任何的隐私权的设定，也就是说不做权限的设定啦，我们就把刚刚那个 Server 那边的 URL 直接复制贴上 Web Hook， 变成 SSE 的 Endpoint 这个，这个。好，再来就是 Tool 里面我们选全部，我们就不限制功能，方便测试啦。这边我们用的 AI Agent 是 ChatGPT 里面的4O 模型，ChatGPT 4O。那我们这里的短期记忆memory 是用这个 Windows Buffer Memory 就是5次的记忆。OK， 所以设定上大概是这样，我们有提供模板所以其实 N8N 里面 MCP 的架构可以看到。就是靠这2个元件来搞定的。MCP Server 的 Trigger， 它就是接收外部的请求启动流程，内部功能我们刚刚设定这2个，像这张图一样。那 AI Agent 里面我们搭配了 MCP 的 Client Tool， 是主动发起请求连接外部的服务。工具就是建立刚刚什么 MCP 的 Client 去连接刚刚的 N8N MCP Server Trigger 里面的元件功能。那 Client 的设定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刚刚的这个 Web Hook 验证没有，然后 Tool 就是选择全部，可以参考这边的设定。好，我们总结一下整个流程，就是 AI Agent 负责解读指令跟呼叫工具 ，MPC 的 Client 接上 SSE 的 Endpoint， 然后 Trigger 去呼叫 MPC 的 Server。
然后就执行对应的功能，完成这个对应的结果。好，这边大概是设定的部分。OK，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外部的应用程式 Cloud Desktop 来触发我们 N8N 远端的 MCP Server 的功能，让你了解说 MCP 不止也可以用在 N8N 内部的流程，也可以轻松整合外部的系统。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打开这个N8N Cloud Desktop， 然后准备好测试的环境，OK， 那在这里我们已经都先设定好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attach 这个MCP server 我们已经设定好 N8N MCP server， 还有这个 file system， 这是第一步。那再来呢，我们这边的连线，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calculator， 我们也有什么 CIN 的 create get list 代表我们的 Cloud Desktop 的 APP 已经连线到远端的 N8N 的 MCP server。好，我们来测试第一个功能，叫做123+456。我们下这样子的对话内容。好，那我们打开来呢，复制贴上请使用 MCP Tool 的 MCP Server 计算123+456，它就去 call 了。这里你会注意到，它会允许你的权限请你允许在这个 chat 里面你就直接按下去，它就会说 OK， 它就去问了远端 N8N， 并且用 calculator 这个方法计算出了123+456等于什么579，这个部分它就完成了它就计算好了。好，那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我们要使用 MCP Tool 请给我 CRN 的客户名单。好，我们来输入看看。那我们在这边呢，对话里面就输入请给我 CRN 的客户名单。我们希望一样，它去远端的 N8N 里面去获取。好，那我们这里就是allow once 也可以，我们试试看 allow once 差在哪里。好，等一下都来试试看。它就会花一点时间去抠这个方法 CRN list 它就得到了什么 CRN 的客户名单。你看1、2、3、4，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到5个啦。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CRN 的客户名单，就是我们设定的5笔资料。好，那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不是硬写死的。那我们来测一下第3个功能，我们要使用 CRN 名单，而且机会是潜在的。好，我们复制这个指令。然后回到我们的 APP 里面，我们输入这一组对话希望状态是潜在机会。那在前面的 demo 我们知道就2个客户嘛，好 allow for this chat 2个客户。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哎呦，第一个是宏达电子贸易，第二个是盛达国际 ，OK 所以这时候确实有回应，而且根据条件来做筛选跟分析。所以这个 demo 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不用在 N8 里面玩自动化，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N8N 的 MCP Server 开放给其他工具来做整合使用，像 Cloud Desktop、ChatGPT 或者你自己写的小程式，你也可以用 N8N 去串接远方的 MCP Client。这资料跟功能都能互通，你可以去整合 AI 跟你的流程资料，整个开放这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来详细讲一下怎么设定。接下来教大家 Cloud Desktop 的安装以及 MCP 的设定教学。我们快速的连接 N8N 的 MPC Server。那我们的步骤1呢是下载这个 Cloud Desktop，就是这个，我们点选这个下载连结以后呢，我们会到这个下载的页面。那不管你是要使用 Mac 还是 Windows，你都有对应下载的连结，就把它下载下来以后呢，你就安装这个对应的安装档案，那直接安装就没有问题了。那到步骤2的部分呢，是安装 Node 的部分，这里有2个方式。我建议大家第一个使用 NVM 来做安装，那第二个你也可以使用 Node 的官方版本直接来做安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NVM 的部分，我们提供这个连结，基本上你就按这个 Install and Update 这个位置，然后照着它把它装完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用 NVM 呢控制你 Node 的套件版本，比如说 Node 18或 Node 20。好，那你可不可以直接用官网的来执行呢？也可以，你可以直接到官网下载这个 Node 的版本，这边有个下载，直接下载完以后安装，这也是 OK 的。那我个人是推荐大家用 NVM 的方式来做安装。第3步的时候就会是，因为你 Node 安装完以后就会有这个 NPS 需要做安装，那基本上 Node 安装完就会有 NPM。大家执行完的时候呢，就请你在你的这个终端机terminal 里面执行 npm install -g nps， 把 nps 的版本装起来。我们会利用这个 nps 来起我们的环境。那在这边呢，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环境的示范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建议大家 Node 是 20.11， 然后 NPS 是 10.2.4， 这个版本是我测试过
OK 的，好，没有问题的。建议你用这一版，避免太新或太旧呢，造成对应的错误。OK， 好。再来到第4个部分是这个 MCP Server Trigger 的 config， 好，就是我们在 Cloud Desktop 里面，其实我们要输入这一行的设定。在这里呢，要麻烦大家呢，先把这个 N8N Web Hook 的 URL 先准备好。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再点选你的这个 N8N Server， 点选这个 Server 2下，你会看到这一行 URL， 你就复制，然后把它贴上到你的这个设定里面。这样子把它置换掉，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复制贴上，所以大家麻烦先准备好你的这一组 MCP Server Trigger 的 Web Hook。安装好 Cloud Desktop 后呢，登录注册账号，再打开应用程式，然后都完成以后，点选左上角有一个 Cloud 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设定，那你会找到开发者模式 Developer 这个，点选一下。那你会看到这边有 File System 跟 N8N 已经连线完成了那这里就是你的 N8N Server。那点选这里的 AT 的 config 点一下，你会到这一个设定的画面。那麻烦你点选这个 JSON 档，按右键呢，你可以用任何的文字编辑器把它打开，你就会看到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N8N 的设定，把刚刚那一组设定就是在荧幕下方的设定把它贴上去。那我们编辑好这个 JSON 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 N8N Server 起来。那记得储存以后按 Ctrl 加 Save 确定储存，然后你的下一步呢，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 Cloud 呢整个关掉，重新开启。那关掉重开以后，你再按一次 Cloud 设定，看到 Developer 这边的 N8N 有没有显示 Running 如果有成功，那就代表它 OK 了，它正确的执行了。那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是这套流程是我自己测试过最稳、最直觉的方式希望可以帮助你快速实战。相关的连结跟详细的说明都提供给大家模板的下载连结都在影片的下方。如果你觉得这个流程是 OK 实用的，帮我按赞订阅。然后未来我们会分享更多 AI 自动化的省力工具。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